歼35隐身战机原型机的再次亮相引发关注，全新的隐身涂层更是最大的看点，来一起详细了解。各位老铁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这几天网络上又开始流传歼35隐形战机原型机试飞的照片，这是去年歼35试飞之后的又一次亮相，也是已知的第二次试飞。根据新的照片细节分析，此次歼35在外观上与此前的歼35有很多区别，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涂装的更换。此前试飞的歼35呈现青绿色的出厂涂装，而现在歼35已经涂刷了新型的低可视隐身涂装，外观上漂亮了许多。不过机头的细节也是非常明显，空速管还在飞机机头上。虎哥认为这恰恰说明了歼35战机的实际的试飞测试还有很多没有进行，因为空速管是一种测量压强的仪器，可用来测量流体运动速度，通常用于测量飞行器的空速和工业设计中的气体的流动速度。等到试飞达到一定次数，飞控数据收集的差不多后，自然会去掉空速管。而歼35的机头部位明显宽大一些，要比 F35 战机稍大些，机头尺寸充足的冗余空间可以安装大型阵面的有源相控阵雷达，再加上我国已经成熟的氮化镓功放技术和数量更多的 TR 组件，其雷达的探测锁定能力肯定是蹭蹭的往上涨。理论上性能比美国 F35 战机的 APG-81 强多了。其次就是机头下方的 EOTS 窗口，这款系统是更先进的分布式光电系统，在机身全向安装高精度的红外探测系统，飞行员在战时可以通过这套系统全向探测敌方的地面空中目标，而且这套系统还可以远距离探测敌方隐形机，因为飞机的红外特征信号是完全无法遮蔽的。这种系统当前除了歼35，全世界就只有 F35 战机和歼20战机拥有。有了这款先进系统的加持，歼35的事态感知能力将完全不输美国 F35 战机。而歼35的背部相比此前的薄身版也更加粗壮，据称这是为了给歼35增加油料而做出的选择。这样歼35的作战半径将会获得相应的提升。从图上还能看见歼35战机的尾部细节，发动机的尾喷口长度超过以往的试验机型号，具有明显的锯齿状设计，这是为了隐身性而特意设计的。当前尚不清楚这款发动机的名称，但是并不是将来为歼35装备的顶喷 WS-19 发动机。据称，当前歼35的2台试验发动机的总推力加起来差不多也有近20吨了。考虑到 F35 的发动机也不过是18吨推力，可见中国近几年在战斗机航发的发展上是非常快速且具有成效的。虎哥认为，从歼35这一年当中陆续曝光的图片看，这个项目发展的是挺快的，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公开了2次试飞，而且飞机的改进细节和进度也是很快的，可见对于歼35这个项目沈飞还是抓得非常紧的。主要是因为歼35作为海军的新一代舰载机，是要准备搭载国产新航母服役的。而现在国产新航母的建造进度虽说因为疫情受到了点波动，但是总体而言建造工作进入了收尾阶段。前段时间就有外界分析，新航母可能要在下个月月初下水。一旦新航母下水，那么就要马上进行测试、试航等工作，距离服役的日期只会越来越近。因此歼35战机现在也开始加快进度，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后，歼35战机就能进入我军的试训部队，开始部队试装了。预计在航母入役之前，歼35战机部队将要相应成军，以便部署在新航母上。可以说，从国产新航母开始，未来的航母舰载机主力都将是歼35。当然，不光是海军，空军也需要隐形战机。虽然解放军空军已经有歼20战斗机了，但是这款战机的定位首要是空战，而且歼20的成本高、产量低，对地打击能力有限。就像美国那样，我空军实际上也需要大量的多用途隐形战机，实现空军的下一步现代化任务。因此，一款采用先进技术、
造价低廉、易于量产，且具有优秀的对地打击能力的歼35就是最好的选择。类似于美国 F-22 与 F-35战机搭配一样，对于未来的中国空军而言，大批量列装歼35辅助歼20作战，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。